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两个碗吸住了，吸在一起怎么分离？今天来教你一招，3秒钟打开，方法真是太棒了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碗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一种餐具，它的形状有大有小，颜色也是五颜六色，而且不同大小的碗，它的用处也有所不同。而这些不同的碗，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用到。只要用过我们就要将它清洗干净。但是我们发现，虽然说碗看起来好看，用起来也非常的好用，而在洗的过程中，洗完之后我们都会将它这样一个一个的叠加在一起，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少碗所占的空间。虽然说呢，它减少了大部分的空间，但是在这样叠加在一起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因为碗中有水，反而导致我们的一些碗放在一起之后吸得特别的紧，任凭我们怎么去拔怎么去扯都分离不开。像我手上的这一个绿色的碗和白色的碗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也遇到过不少这种的情况。很多急性子的朋友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气得直接将碗砸碎，想着能保留一个是一个。要知道买一个碗价格也不便宜，并且呢用了这么久的碗还是有感情的，任意砸碎也是非常可惜，不舍得。其实当我们两个碗吸在一起，怎么扯怎么拔都拔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学会这个技巧，3秒钟就能让碗轻轻松松的分离，而且完整，不会受到任何的磨损。只是这个方法很多朋友都不知道。在把碗取出来之前，我们先来观察一下两个这样紧紧吸在一起的碗，它们粘贴得特别的紧，任凭我们怎么去扯都取不出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只知道它可以来回的稍微移动一下，但是要取出来却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在以前我不知道这个技巧的时候，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会选择找一个勺子，用勺子的顶部去敲，结果敲了半天，把碗的边缘处都敲碎了，碗也依然没有被分离。其实想分离这种吸附在一起的碗是需要巧劲的，千万不能用蛮力。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两只完全吸在一起的碗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两只碗的边缘处它是存在一些缝隙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缝隙来入手，把碗端起来，找到两个碗之间的这种小小缝隙，然后准备一点点平时炒菜用的食用油，沿着碗的缝隙处将它慢慢的淋入到碗之间。食用油在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，经常用来烹饪炒菜。其实除了这个用处之外，咱们的食用油还具有很好的润滑作用。把油灌到碗缝隙里面之后，我们再轻轻的来动一下里面的这一只碗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碗它基本上能够移动，但是动起来非常的困难。不要着急，我们只需要轻轻的转动。那么在转动的过程中，食用油就会被均匀的涂抹在两个碗贴合的地方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这两个碗之间的润滑性。刚开始转动的时候，你能听到特别大的两只碗在一起摩擦所产生的一个噪音，但是随着轻轻转动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它会转动得越灵活，并且发出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小。感觉转动的松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把碗放在案板上，找出家里面祖传的擀面杖，沿着碗的四周轻轻地敲打敲打。在敲打的过程中，会在碗的内部形成一个不小的震动力量，这样呢很容易就把两只碗分开了。顺着敲打完以后，我们把它倒扣起来，再这样沿着它的四周轻轻地敲打敲打。敲打的时候要记住，碗的底部不要去敲打那样会让它粘得越来越紧。只需要用擀面杖敲打碗部的四周即可，一边旋转一边敲打。碗的表面每个地方都敲打到后，现在我们把碗用手拿起来，轻轻地拽一下，
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两个碗之间的摩擦力减少了，来回轻轻的扯动，碗立马就被取出来了。取出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碗底还有碗的侧面全是植物油。接着用纸巾将碗表面的食用油擦干净，两只碗里面的油都要擦得干干净净的。以这种方式，咱们两个紧紧吸在一起的碗就顺顺利利的被取出来了，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？除此之外，很多朋友在挑选碗的时候都不知道哪一种碗比较优质比较好。首先我们就要看碗底，一定要挑选碗底比较厚，而且呢底座比较高的这种碗。这样的碗不管是我们盛粥、盛米饭或者是盛汤，都不用担心会烫到手啦。那么像这种碗的底座特别浅，甚至是没有底座的这种碗，拿在手上面就特别的烫手。对于小孩子来说，用这种的碗就比较危险，虽然说好看，但却不实用。除了这方面之外，我们还要看一下碗口以及碗的形状，一定要挑选碗的形状比较规则的碗进行购买。今天呢，主要给大家分享了，当咱们两个碗不小心粘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能够顺利将它分开的一个小技巧，那么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同时呢，还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咱们平时在购买碗的过程中，怎样来挑选质量比较好、用起来比较实用的这种碗。那么我们一定要挑选它的形状规则，并且它的碗底部，也就是碗的这个底座要足够高、足够厚。这样呢，当我们盛饭，不管是盛粥还是盛干米饭的时候，它都不会出现烫手的情况了。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龙儿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哦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